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佛历7月上初二，万象中与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4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0基普，涨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1.9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32基普，跌幅 0.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19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上周五，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在多空拉锯中微幅收跌，大盘全天表现平稳，最终报收于 1315.65 点，较前一交易日轻微下挫 0.14 点，跌幅仅为 0.01%。尽管指数波动极小，但市场交易活跃度显著提升，全天成交量达到163万3600股，成交总金额约为 27.65 亿基普。上周五市场中，万象中心表现抢眼，股价上涨40基普，收于1160基普。老挝电力也延续了稳健走势，小幅攀升30基普，收报2260基普。部分权重股承压，老挝石油上周五跌幅最大，下跌80基普，收于2700基普。萨万尼紧随其后，下跌60基普。此外，浦西开发和老挝农业均出现10基普的微弱回调。外贸银行上周五虽然股价平收于2290基普，但其交易极其活跃，单日成交量高达80万2400股，占据了市场近半数的成交份额。中老证券同样表现活跃，成交量突破50万股，显示出投资者对该板块的高度关注。马哈腾、联合发展银行、老挝水泥、东盟租赁等个股上周五则在平盘位置报收，股价未见起伏。整体来看，上周五老挝股市呈现出指数窄幅震荡，个股局部活跃的态势。虽然大盘指数因部分能源和商贸股的回调而略显疲态，但高额的成交量反映出场外资金入市意愿依旧强烈，尤其是外贸银行与中老证券这两大金融板块标的的巨量成交，反映出市场主力资金正在寻找新的平衡点。短期内市场或将维持这种高位盘整的格局。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034万6千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75万6千基普，跌幅 1.4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1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万68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万36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与新西兰持续巩固并深化双边合作关系。5月14日至15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正式访问新西兰，并与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举行会晤。双方高度评价了两国建交60多年来的友好关系，并就深化人力资源开发、为爆炸弹药清除、能源、环保、经贸及旅游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副总理感谢新西兰长期以来的各项援助，并邀请新方出席今年9月在老挝举行的集束弹药公约第3次审议会议。温斯顿彼得斯部长表示将继续支持老挝经济社会发展。访问期间，副总理还与新西兰贸易与环保等事务部长举行会谈，并看望了当地老挝侨胞和留学生。2. 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视察万象至河内高速公路项目。5月14日至15日，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列莱、西维莱联合波里坎塞省省长坎万班亚努翁率团视察了万象至河内高速公路波里坎塞省巴信县至老岳边境段的建设进展。代表团实地走访了沿线4个县的8个施工点，重点督导路线打通、土方回填等进展。项目负责人表示，领导的指导有助于解决环境影响及村民土地补偿等问题，并提及了燃油价格波动带来的困难。双方讨论后明确了推进方向，以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3. 占塔布里县组织集体劳动，积极做好防汛准备。5月16日，万象市占塔布里县县长森萨提平猛率领全县军警、师生、企业及居民志愿者
开展了大型环境卫生集体劳动。此次活动重点清理了社区积存垃圾，修剪杂草，并全力疏通排水沟渠。县长指出，随手乱扔的垃圾常在暴雨时堵塞排水口，引发城市内涝。为此，该县下一步将联合市公共工程厅等部门，在雨季前彻底清淤并疏通排水沟。同时，政府呼吁学校和家庭加强环保教育，推进垃圾分类，并携手监督乱扔垃圾行为，打造无内涝的整洁美丽城市。4. 万象市市长督导推进旅游景区开发建设。5月14日，万象市市长西里拉通新通鹏率团赴桑通县，就招商引资及沿桑河生态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实地督导。该项目依托桑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旨在打造集文化、自然、民俗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可持续旅游景区，以带动当地经济及村民生活水平。市长指出，该项目意义重大，建成后将成为万象市的全新名片。他要求桑通县政府严格把关，确保企业真抓实干。项目建设必须避免对周边现有投资造成冲突，杜绝负面社会舆论，同时要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参与，确保景区长期可持续发展。5. 万象省南长河鱼群大面积死亡原因查明。5月上旬，万象省南长河突发鱼群大面积死亡，联合工作组实地调查并化验水样后查明，主因是张维新养猪场将未经处理的养殖废水排入蓄水池，暴雨后污水满溢直接流入南长河。监测显示，受污河水呈高碱性，溶解氧降至窒息临界值，大量有机物耗尽了水体氧气，且高碱性催生了有毒氨气，导致鱼类绝迹。目前，省农林与环境厅已责令该养猪场临时停业整顿，有关部门正对沿河企业展开全面环保排查，并对涉事违法方进行立案调查，依法追责并索赔。6. 父母与姐姐遭雷击身亡，幼子手尸3日方被发现。5月14日，波里坎塞省彭米塞村发生一起雷击惨剧，一家4口在木属地窝棚留宿时，突遇强对流天气，暴雨雷电导致父亲、母亲及女儿不幸当场身亡，仅年幼的小儿子幸免于难。由于年幼无知，幸存的男孩在窝棚内陪伴着家人的遗体度过了2天2夜，直到第3天清晨，饥饿恐惧的孩子哭着走到路上，被一名好心村民发现。目前，当地政府已介入处理后事及孤儿安置工作。7. 泰国曼谷发生货运火车撞击公交车惨剧。5月16日下午，泰国曼谷机场快线木甲善站附近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列重载货运火车与一辆206路公交车在铁轨交汇处相撞，并引发大火。事故还波及多辆轿车与摩托车，共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据悉，重载火车因惯性大未能及时刹车，而公交车停留在铁轨上的原因及道口道闸是否正常降落，仍需通过监控和黑匣子做进一步调查。目前，受伤的火车司机已被送医，泰国铁路局已向警方移交证据。事故导致该铁路线路暂时停运，相关部门正全力清理现场，争取今日内恢复通车。8. 越野车失控撞向停靠车辆及路边丧事帐篷。5月16日上午，万象市塞瑟塔县蓬帕诺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银色丰田越野车失控撞向停在路边的一辆白色丰田越野车，并顺势冲入路边的一户丧事帐篷内。事故导致现场办丧事的帐篷、桌椅大量断裂损坏，2辆涉事汽车也均受损严重。万幸的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核实中。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